我是真懵了，你们对这些拟人宝可梦究竟是喜欢还是讨厌呢？大家肯定有发现，宝可梦每个时代的御三家一经曝光，你必定能听到这样的声音：你不准站起来！大家似乎对一些理应四肢着地，但在进化后却变成双脚直立行走的宝可梦有种天然的恐惧和排斥。过长的四肢、近似人类的头身比都很容易引起不适，甚至像猩猩和浪乌鸦这种本就该双脚着地的宝可梦，都一度被吐槽太过拟人化。看来恐怖谷效应在人对宝可梦的感官上也是存在的。大家可以接受你像怪兽，但不能接受你像人类。在近2个时代的御三家的最终形态刚公布时，抱歉那都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声。闪焰王牌被喷向商场外边套着兔子布偶服发传单的兼职学生，千面壁被骂像细狗伪娘太过妖娆，魔幻假面喵被吐槽神似暗黑铜塔维。当时很多玩家都表示会给御三家带上不变石，不让他们进化。古文巨神鳄反而是被骂的最少的，只因它是趴在地上的，很符合大家对鳄鱼的仅有印象。也不知道是从哪一时代开始，太过拟人化就成了大家攻击宝可梦设计的一大槽点。但很奇怪的是，从一些人气投票来看，闪焰王牌和魔幻假面喵其实是很受欢迎的，假面喵甚至在好几次粉丝票选中都拿过第一。所以我一时都不知道到底是喜欢人形宝可梦的人多，还是讨厌的人多呢？说起御三家拟人化设计的开端，那应该是从初代的杰尼龟开始的。不过当年杰夫的设计还算比较保守，仅仅只是让它站立起来了而已。杰尼龟一家一眼看过去还是乌龟本龟，而不是套着乌龟布偶服的人类。到了第3世代，火焰鸡身上的人元素就明显多了起来，过长的双腿让它的头身比近似人类，不仔细看都已经识别不出它是只鸡了。也不知道在那个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，大家对火焰鸡的评价如何，但就现在而言，火焰鸡的设计无疑是非常成功的。它在动画和旁支作品中的出镜率要高于西域王和巨爪怪，可以想见大家似乎并不排斥拟人化的这种设计方式。到了第4世代，杰夫开始在御三家身上加入大量人文元素，于是结合企鹅和拿破仑设计出了帝王拿波，以孙悟空为原型设计出了烈焰猴，最终他俩的人气也甩了设计较为保守的土太龟18条街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火焰鸡、帝王拿波和烈焰猴的成功给到了杰夫这样的启发，原来比起按照传统思路设计出来的土太龟、巨爪怪，大家更喜欢直立行走还带点人文色彩的新设计风格呢？那5代御三家干脆也这么设计吧。于是结合青蛇和国王元素设计出了君主蛇，结合猪和张飞设计出了演武王，结合水獭和日本武将设计出了大剑鬼。也因此从第5世代开始，御三家的设计就有了个固定公式：动物加人类职业等于御三家最终进化型。大运一下公式就有了狐狸加女巫等于妖火红狐，青蛙加忍者等于甲和人蛙，丑玉加骑士等于这谁，枭加弓箭手等于巨兽树枭，老虎加摔跤手等于赤焰咆哮虎，海狮加歌姬等于西施海人，猩猩加鼓手等于红泪金刚星，兔子加足球运动员等于闪电王牌，蜥蜴加特工等于千面壁，猫加魔术师等于魔幻假面喵，鳄鱼加歌手等于古文巨神鳄，鸭子加桑巴舞者等于狂欢浪乌鸦，并且在这12只御三家中，双脚直立行走的宝可梦占了10只，大家印象中本该趴着的宝可梦也全都站了起来。也因此近些年大家开始对御三家拟人化的设计有了抵触情绪，每次新作发售时，宝圈必定会上演一出喷御三家设计的戏码。但很打脸的是，那些大家吐槽长得抽象不应该站起来的宝可梦，很大概率会在不久之后迎来口碑反转，甚至成为人气宝可梦，比如忍蛙，比如假面喵。因为一只宝可梦的风评非常容易受到立绘建模、游戏强度和动画表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特别是动画对一只宝可梦的人气加成是非常明显的，而人气的高低基本就是评价一只宝可梦设计好坏的最终标准。而这些人形宝可梦恰恰在动画里是非常占便宜的，画师可以把它们当成人一样来设计动作，那他们在战斗时就可以摆出各种帅气的姿势来增加对战的观赏性。你看千面壁当初被骂的有多惨，机构总决赛和耿鬼战斗时弹幕里全是夸他帅的，他们在动画里的这些高光瞬间都能慢慢累积成逆转口碑的关键。相反，像喵娃花、土太龟这种趴在地上略显笨重的宝可梦，大部分时候都只能远程炮轰，就算给他们设计近战，十有八九也是用身体去撞去压，毫无美感可言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把忍蛙和喷火龙这场战斗换成喵娃花大战土太龟，古文巨神鳄大战西施海人，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？观感绝对会下降不止1星半点吧。所以动画编剧每代配给小只的王牌宝可梦都是有胳膊有腿，能直立行走的。另外，我最近在玩宝可梦大集结时又有了新的体悟，就是那些能够双脚站立的宝可梦，他们穿上衣服普遍要比4肢着地的宝可梦好看。哪怕是像戴克兽、卡比兽、白蓬蓬这种，只要它是站立着的，随便给他们整点配饰，看着都很和谐。反观这些趴在地上的宝可梦，穿什么我都觉得怪怪的。所以一些很受欢迎的宝可梦，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外形设计有多优秀，或许是它能在颜值之外的地方拿到很
很多加分项，可能是动画表现，可能是游戏强度。用动画拟人化这种思路来设计宝可梦，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，但确实有它的优势。不过就我个人而言，还是希望类似的设计能少则少，因为宝可梦游戏现在已经进入了开放世界的时代，他们在大世界中的生态感才应该是设计的重点。大家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：当你来到一片草原，想象着有一群小兔子在吃草，结果看到的却是一群闪焰王牌在踢球，这画面得有多割裂啊！所以即便我觉得红雷金刚星的颜值不如闪焰王牌和千面 BE， 但它与环境更加和谐，生态感是3只里面最好的。如果 GF 后世代还想沿用动物加人类职业这套公式，继续拟人化的设计，那不如在一开始决定设计原型时，就选用那些本就能够直立行走的动物，比如袋鼠、鸵鸟、孔雀，这样可能会比强行让兔子、蜥蜴、老虎、狐狸站起来更容易让玩家接受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，还请点个关注，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